大家好啊，我是戴红。最近网络上关于违法记录封存、吸毒禁毒相关的事情闹得是沸沸扬扬呀。今天呢，咱们来了解一下现今的吸毒大国美国在上世纪发生的一场历史大事件——毒品战争。在1900年之前，整个美国几乎没有对毒品、药物等进行过有效监管。根据北佛罗里达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医学史、美国史与毒品历史的大卫·考特莱特教授的著作《治疗药物滥用问题》第2卷中记载，1900年前后，当时的7600万美国人里，至少有30万人沾染毒瘾，其余对药物产生依赖的人群更是不计其数呀。后来到了1906年开始，美国终于对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进行了一些管控，含有这些成分的药物必须得贴有明确的标签才能被售卖。值得一提的是，买这些药不用医生开处方。1911年，病理学家也是美国鸦片专员的汉密尔顿·赖特指出，在世界各国人中，美国人的人均成瘾性毒品消费最高，这十分恐怖啊！赖特堪称是美国的第一位禁毒斗士。在当时那个大家普遍不在意毒品危害的时代，赖特在1910年左右曾多次向美国众议院提建议，希望能起草一份法案来管制鸦片、可卡因等毒品，然而却始终未能通过。当时有很多人评价他是一个顽固不化、思想保守的人，认为赖特厚颜无耻地把自己当成了造福群众的专家。但这些不好的评价并没有打消赖特禁毒的念头。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1914年12月，哈里森法案通过了。该法案限制了精神活性药物，比如鸦片、骨科液等的供应与消费。1925年，美国在第2次国际鸦片公约中，支持将大麻作为毒品进行管制。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赞同并且赞扬了这种把大麻作为毒品进行管制的应用。就在老牌毒品逐渐被限制的时候，新型迷幻药诞生了。1966年1月3号，全美第一家迷幻药商店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海特街开业。这些具有极强致幻性的新型毒品在当时的年轻人群中很快流行开来。到了1969年，重新泛滥的毒品问题对美国的治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对华盛顿特区罪犯的尿检，这些使得社会动荡的犯人中有44%是吸毒人员。1968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遏制这些非法毒品对社会的伤害。在1970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1970年综合药物滥用预防和控制法案。在法案中降低了持有毒品罪的刑罚，但是加重了贩毒的刑罚。这个法案主要是为了给大量吸毒人员提供治疗、康复和教育，同时尽量消灭贩毒人员。然而在法案通过后没多久，毒品问题从另一方面渗透了美国。那些参与了越南战争的美军中，有大约10%到15%对海洛因上瘾。这些沾染了毒瘾的美军退役后回归社会，引入了人群，成了一支新的毒瘾主力军。终于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意识到了事情的严峻性，他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扩大禁毒措施的文件。他曾这样说道：目前控制毒品滥用的努力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国家紧急事件。如果我们不能消除美国的毒品威胁，那么它终将毁灭我们。并且为了打击海洛因，尼克松还表示要将禁毒行动扩展到海外，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来打击毒品走私和贩毒行为。在提交文件后不久的6月17号，尼克松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全美民众宣布，毒品是美国的头号公敌。在发布会上，尼克松说道：为了打击并战胜这个敌人，我们必须发起一场新的全面攻势。这一历史性事件被媒体称作毒品战争，是美国政府下定决心禁毒的新开端。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能除了访华之外，最大的一件就是这场毒品战争了。为了禁毒，他将整个联邦禁毒预算从8100万美元拉高到了3.5亿美元。在1971年末，尼克松成立了毒品泛滥执法办公室，此办公单位有联邦执法权，开始在全美范围内组织缉毒行动。在1972到1973年的18个月内，逮捕了6000多名贩毒分子。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禁毒的重视程度再度提高。里根在就职后不久便向大众宣布，我们要降下那些在禁毒行动中飘扬的投降旗，我们要重新升起对毒品的战斗旗帜。1982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开始推动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CIA 以及美国军方参与到禁毒行动中。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也和广告公司配合，开启了一场面向美国青少年群体的反毒品运动。运动的口号是
制对毒品说不。在1986年，里根签署了反毒品滥用法案，为禁毒行动额外拨款了17亿美元。里根的一系列打击毒品犯罪的行动，罕见的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支持。1989年，里根退休，乔治·布什当上美国总统之后，通过美国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发布了首个美国药物管制战略，再次加强了对毒品的管控。1993年，比尔·克林顿上台后，为了将民主党给大家伙的印象定位成一个打击犯罪的政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1994年，克林顿签署了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大幅度提高了毒品犯罪重罪的处罚力度。到了2001年，小布什登台后，延续了前辈们打击毒品犯罪的强硬态度。然而，在2009年，改变发生了。贝拉克·奥巴马当上总统之后，他表示自己会进行一些强硬而明智的禁毒政策。虽然在一开始的禁毒策略上并没有大幅度改变，但奥巴马依然表示，不应该继续使用毒品战争这样的词汇了，这会适得其反。2011年，由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各界精英组成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指出，禁毒战争已经失败了，我们应该转变思路，更关注公共卫生，而将个人持有毒品这件事儿非刑事化。2013年，事情正在起变化，奥巴马的司法部通过了一份名叫科尔备忘录的政策备忘录，主旨是进行一个声明。什么声明呢？奥巴马政府将尊重美国各州授权生产、销售以及持有大麻的法律。同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个大型非营利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称反大麻运动事实上是一场针对有色人种的战争。报告中表示，在过去10年中，大麻犯罪占全国毒品逮捕总数的1半以上，而其中大部分被逮捕的都是有色人种，这是一种歧视。其实这里的有色人种，主要是黑人哈。于是，在奥巴马的政策下，有色人种的毒品犯罪者受到的刑事处罚变得较轻。2017年，康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其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曾短暂地推翻了此前的大麻政策，撤销了科尔备忘录。然而，在2018年，特朗普因为其他问题解雇了塞申斯。到了2020年12月4号，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新的大麻相关法案，其主旨是将大麻从管制物品清单中移除，从联邦层面实现大麻非刑事化，清除过去因为大麻而产生的定罪和逮捕记录，同时对贩卖大麻征税。从2012年开始，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等等，一直到2023年的明尼苏达州，大约有10几个州通过法律将美国的大麻消费和持有合法化，其中俄勒冈州最抽象，它是美国第一个将持有硬性毒品非刑事化的州。在2020年11月，俄勒冈州通过了第110号投票法案，并于次年的2021年2月1号生效。在此法案中规定，少量持有可卡因、海洛因和冰毒等毒品的人，在缴纳100美元的罚款和参加康复计划之后，要避免审判以及免受牢狱之灾。当年，毒品政策联盟执行主任卡桑德拉·弗雷德里克还说，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是时候停止将吸毒者定为罪犯了。然而，在2024年，俄勒冈州通过了新的法案，部分推翻了这条毒品非刑事化的法案，但毒品泛滥的影响已经近乎无可挽回了。其实，咱们回顾美国历史上对毒品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以大麻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不同州对于大麻的惩罚力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反复。其中1975年，阿拉斯加州对于大麻的政策值得警惕。此年，阿拉斯加州的最高法院确立了一条法律，那就是一个人的隐私权包括了持有少量大麻。1996年开始，美国的不同州先后通过政策将医用大麻合法化。在大部分州都能合法使用医用大麻之后，2012年开始，娱乐性大麻终于走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样一点一点如同切香肠一般的法律变化，实在是令人胆战心惊呀。对于毒品，我们确实应该完全远离，一点口子都不能开。它和其他任何犯罪都有本质性的区别。毒品对人体带来的伤害，以及它自身所带的魔鬼般的高利润，都能轻易的摧毁一个国家。我们看看美国，其实就很清楚了。在上个世纪，那个尼克松号召人民群众向毒品开战，总统夫人呼吁青少年对毒品说不的年代，美国是多么辉煌啊！它的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的令人神往。然而，随着部分利益集团为了窃取更多资产，而逐步偷偷摸摸的给毒品解禁，最后使得毒品祸乱全美之后，近几年的美国又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治安极度混乱，基层老百姓有相当一部分都会陷入吸毒贩毒、以贩养吸的死胡同里。最近在网上看到大家的呼声，心里也是倍感欣慰呀。明眼人还是多呀，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接触过毒品，所以低估了毒品对一个国家的危害。其实大家假如能出国转转，不用多，见过一个吸毒吸得神志不清的人，都能让咱备受震撼。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远离毒品，一辈子接触不到这些祸害人的玩意儿。
关于美国毒品战争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希望能点个3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